运算式通常是由运算元与运算值所组成的。在运算元的部分，它包含会有常数、变数、函式呼叫及其他运算式。在我们这个案例上面看到，这个 result 等于 a 乘 b 加 c 乘100减 3.14。在这段式子里面呢，运算元的部分就是 a、b、c 100、3.14跟 result。其中 a、b、c result 呢，它是属于变数的部分，100跟3.14属于数值的部分。那这个之外都是属于运算值。运算值它就包含有等于的符号、乘号、加号及减号。那我们看一下运算值呢，它是用来执行各种运算功能的用途。这些运算值包含有指派运算值、算术运算值、比较运算值、逻辑运算值及位元运算值。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指派运算值。指派运算值它符号本身是用等号，用等于这个符号，它是将右方的资料值指派给左方的变数名称。我们在前面的案例有提过，是吧 ？x 等于100，我们的讲法是说把 x 设定为100。不过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在讲指派运算值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有指派运算值，其实它原本的意思是把这个100指派给我们的变数名称 x。好，所以呢，变数名称等于资料值，它的意思就是资料值指派给变数名称。所以这个派等于 3.14， 其实是把 3.14 指派给派这个变数。radius 等于100，其实它指的是把100指派给 radius。好，所以呢 result 等于 radius 乘 radius 乘上派。好，那它就可以完成就是100乘100乘 3.14 的运算。然后呢，这个结果会放在谁身上？就会放到这个 result 身上。好，那我们看一下指派运算值的案例呢。如果你在直译器里面要去把 x 指派为100的话，把 y 指派为200，通常我会直接分别设定x 等于100 y 等于200。在某些情况下，你有可能会需要把这两行的内容打在同一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必须要使用分号，必须使用分号来把它分开，说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这个语句。好，那在直译器里面呢，如果说要把 i、j、k 同时指派为数字的话，数字为100的话，那通常我们的做法会把 i 等于 j 等于 k 等于100。好，这看起来在视觉上来看起来它是一样，不过它的实际上的意思是把100指派给 k， 并且把 k 这个100指派给 j， 然后 j 呢再把这个 k 里面的这个100指派给 i， 所以它整个来看就是 i 它会等于100， j 会等于100， k 会等于100，i j k 目前看起来好像都是100，而实际上其实它目前就是100。好，我们就用这个命令题的资源来看一下来。首先呢，进到直译器里面，然后我们就输入x 等于100，以及y 等于200。好，这是在个别输入的情况下，这时候我们看 x 的话，它当然是100，y 等于200。好，那如果说你需要这两行是打在同一行里面这个我这次把 x 改成10。好，然后呢，如果你是在同一行里面 y 等于20。好，按下 enter。我们必须要用分号来去作为分隔所以这个时候呢 x 就变成10然后 y 就变成20。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这个连续去做设定，像刚刚我们的这讲义里面提到这个 i 等于 j 等于 k 然后等于多少等于200。好，所以这个时候呢 k 是多少？我们把200指派到 k 嘛，所以 k 是200。好，那 j 呢？J 的指派是由谁去做指派？它是由 K 下去做指派，所以 K 上面的数值就会等于 J。K 上面 K 应该说 K 就会把它的数值指派到 J 身上。好，那这个 I 呢？这个 I 它基本上也会是200，因为它的资料从哪里来？它的资料就是从 J 指派给它。好，所以呢 I 等于 J 等于 K 基本上我们看起来它就都会是200好，我们再回到讲义上继续往下看。算术运算值呢？它通常跟我们常见的4则运算符号它是相同的加法的话，通常就是做加啦减法就是做减，乘法就是做乘除法就是做除。好，在我们这个案例里面 ，x 等于 y 加1，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把这个 y 变数加上1之后，指派给 x， 所以这 x 它会等于原本的 y 值加上1。好，那减法的话就是 x 等于 y 减1就是说它会把 y 这个变数上面的数值减上1之后，把它指派到 x 身上。所以这 x 的内容就会是原本变数 y 的数值减上1。乘法以此类推也是这样子x 等于 y 乘上1或者 x 等于 y 除上1乘法的话就是用乘号除法的话就是用除号。那其实这个4则运算呢，在有些地方的程式员它也会有点不太一样。例如说我们在取次方的时候，取次方在 Python 里面的用法，它是用2个乘号
哦，用2个乘号来代表你要去取次方，所以呢 x 等于 y 乘2哦，它就是让 y 去取2次方哦，去取2次方。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数学运算上面，刚刚我们有看过除法嘛？除法如果下去除的话，通常应该都会拿到小数点哦，就是说如果它除不尽的话，一定会出现小数点。好，如果你希望把它的商数哦跟余数个别取出来的话，它的用法取商数就是用2个除法，用2个除号哦，用2个除号就变成 x 等于 y 除2哦，它就会取得商数部分，它不会有含小数点哦。那小数点这个没有算出来的地方，它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啊？它会跑到商数，可是它商数预设不会跑出来，你必须要用计算的方式把它给计算出来。所以如果你要去取余数的话，就是 x 等于 y %2哦，它就是用一个 % 来代表说你要去取这个 mod 啊 ，mod 就是取余数的意思。好，我们看一下哦，算术运算里面，我们先在直一期里面把 x 指派为100哦，把 y 指派为200。接下来呢，我们就个别去做 x 加 y、x 减 y、x 除 y 跟 x 除 y 哈，我们来看一下它代表的数字到底是什么哦。来 ，x 等于100，然后我们写在同一行里面，y 等于200。好，那如果说你是进行 x 哦加上 y 的话，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啊。x 加 y 就是300嘛。但如果是 x 减掉 y 的话，减下去之后呢，它基本上就是会变负的嘛，就变负100。好，那如果是乘呢 ，x 乘上 y。x 乘上 y 的话，就会得到个十百千万，得到2万。那如果是 x 除上 y 的话呢，它通常会出现小数点，会出现小数点，那就0点多哈。那如果说 x 除上 y 你不想要看到这个小数点，你想要取商数，要取商数的话，它的做法就是用2个除号，用2个除号，然后打上 y， 你就会得到0哦，因为这个100除上200的话，通常你没办法写1上去啊，你要用0下去算哦。它算完之后，它就会取一个余出来。那你要怎么样拿到这个余数？你要拿余数的话，我们通常都是叫做取 mod 的啦。那在这里，它的 mod 符号就是这个 %，用的是这个 % 的符号。所以呢 ，x 取对 y 去取 mod， 我们会拿到什么东西？我们会拿到它余100，会拿到它余100哦。好，这个呢就是在直译器里面哦，透过这个运算符号哦下去做试着运算哦。好，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简报看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讲比较运算值哈。比较运算值呢，它是用来比较2个运算元之间的关系。什么是运算元？那运算元通常都是变数啊。当然你也可以讲说，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参数，然后运算元它也包含一些函数。好，那我们先看简单的变数哈。如果说我们要去比较它大于的部分，可能是 x 大于 y。好，那它除了大于，它有可能会有大于等于啊，所以就会有所谓的 x 大于等于 y。如果你要去比较它们是不是比较小哦，就会变成说 x 小于 y。或者是 x 小于等于 y， 那在这边呢，如果说我们要去比较说这2个运算元它是不是相等的时候，是不是使用 x 等于 y？ 不是哦，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要讲什么东西？我们刚刚讲指派运算元哦，指派运算指派用的是什么？它用的是等于用的是等于，所以呢，一个等于会变成说你是把 y 指派到 x 身上，我们把指派到 x 身上，这就不是比较了哈。如果你要去做比较的话，一个等于不是。那我们就用2个等于哦，所以如果你要去比较这2个运算元，它们是不是相等的，就要用 x 等于y x 等于y。那如果说你要去比较它们之间是不是不相等是不是不相等啊？不相等，通常就会吓一跳啦就打个惊叹号上去了，所以就变成 x 惊叹号等于 y， 它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去确定它们之间是不是相等或者是不是不相等。好，那一样我们看一下案例哈。比较运算值在这地方，我们也是把 x 指派为数字10把 y 指派为数字20，所以呢 x 等于10y 等于20。在直译器里面呢，我们就分别做 x 大于 y、x 大于等于 y 以及 x 等于y，还有 x 不等于 y 来去看一下，它比较完之后，它的东西给的是什么好，首先呢 x 等于10，好，然后呢我们的 y 等于20。然后接下来我们做判断x 大于 y 成不成立？x 是10y 是20，所以呢它本身是不成立的，本身是不成立。所以我的 x 有没有大于等于 y？有没有大于等于 y？基本上它还是不成立的，它也是不成立的。那 x 有没有小于 y？ 基本上它成立，因为 x 是10嘛 ，y 是20，所以 x 它确实比较小。那它有没有小于等于 y？ 基本上它也是成立的，它也是成立的。所以呢，我们再看一个那 x 有没有等于 y？
好，这个不要忘记哦。如果你是这样打的话，它的意思是什么？把 y 指派给 x， 不是做比较哦，它不是做比较。你要做比较的话怎么做？要用两个等于哦，要用两个等于哦。它就会把 x 跟 y 下去做比较。那 x 是10 y 等于20，它当然是不相等哦，当然是不相等，所以它这里就提供一个 false 哦，它就提供 false。那如果说你要确定它是不是不相等啊、哦，不相等的话会吓一跳，我们就加个惊叹号。虽然 x 惊叹号等于 y 哦，我们就是去判断它到底是不相等哦。好，它这个我们回一个 true 哈、哦，确实这两个数字它是不相等哦，这两个数字是不相等。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哦，来。指派运算子整合算术运算子啊，就是说我们把指派这件事情，好跟这个算术哦直接下去做整合。例如说，我们需要在指派的同时下去做相加。虽然我们一般的写法是说 x 等于 x 加1，我们就把 x 的数值经过一次的加法运算之后呢，把它指派回它自己本身。好，这是我们的做法哦。那这个经过它的这个变体运用啊，它就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写成 x 加等于1。哦，它的意思就同等于 x 等于 x 加1。好，那你需要在指派的同时去做相减。我们正常做法是说 x 减上1之后呢，我把它指派到它自己身上，指派到 x 身上，所以它的用法可以变成 x 减等于1。好，以此类推哦。如果你是乘法哦 ，x 等于 x 乘以2啊，指派它到它自己 x 身上的话，它的写法可以是 x 乘等于2。好，那如果要去做次方运算的话，也是一样 ，x 乘等于2。它的意思就同等于说，它不是把 x 等于 x 乘2。好，那以此类推啊，这个部分是算补充的啊。好，来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呢是逻辑运算子，好，逻辑运算子。那逻辑运算子呢，它的目的是用来比较逻辑判断式之间的关系。好，那它这里面呢，它有可能是什么和什么，什么或什么或什么不是什么。好，通常是这3种。它这里的比较呢，跟刚刚那个什么大于等于是不一样的。大于等于只是比较两者的关系，哈，大是不是比较大，是不是比较小，是不是相等？可是这边呢，它是针对它比较完之后再进行 true 或 false 的逻辑运算，好，进行逻辑运算，所以它会去看你的 x 跟 y 它们之间会不会是一个 and 的状况，会不会是一个 or 的状况，或者是不是一个 not 的状况？好，那要讲逻辑运算子啊，通常我们要先知道它在逻辑判断之间的关系啊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先看 and 的意思呢，它就是和呢，就是全部为真才为真啊，就是真的和真的在一起的话，它才会是真的。好，那如果这里面真的和假的啊，其中有一个是假的，那它就不会是真的，它就是都是假的。那假的跟假的在一起的话，那肯定是假的。好，也就是说，如果你在 and 里面去做判断的时候，你的所有结果都必须为真。哦，才是和这个意思，才是 A 是 N 的意思。那如果是 O 呢 ？O 的这个判断就是它只要选择有一个通过哦，只要择一为真就为真。所以 true 跟 true 去做 O 的时候，基本上就是 true。true 跟 false 去做 O 的时候呢，基本上只要有一个 true，它就是 true。好，所以 false 跟 O 下去做的话，只要有一个为 true 啊，我后面这个是为 true，所以它就是为 true。好，那如果说我现在资料是 false 或者是 false 的话，里面没有 true 啊，所以它最终的结果为 false。好，所以我们看一下案例哦，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把 x 指派为5啊，所以我们个别去做逻辑判断呢。例如说，这个5大于1，5有没有大于1，以及5有没有小于10。好，在这个案例里面，如果说它两个同时都成立的话，它才可以给我们一个成立的结果哦，它才可以给我们成立的结果。好，在这里呢，我们就在我们的直译器里面试一下哦。刚刚看到 x 等于5，好 x 等于5，然后我们会有进行一个逻辑判断，像刚刚是 x 这个x 大于1，哦 x 它当然是有大于1，好，可是我们现在进行2个判断哦，我们先把 x 大于当做一个结果，你先把它括号起来，好，把它框起来，让它去做 and， 和我们的这个 x 有没有小于10？好 ，x 当然有大于1，好 ，x 当然有小于10，所以呢，这两个结果是什么？这两个结果就为真，好，真跟真合在一起，它就是真。好，那 x 大于1，那 x 有没有大于10？好，有没有大于10？好，这个时候呢，
x 它当然没有大于10，所以它们有没有成立？哦，这个时候它们就没有成立。为什么它没有成立？因为他说它的 x 必须要大于1，并且而且 and 它的 x 必须要大于10，它没有 x 只有5啊，所以它这里就不成立了。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 x 大于1，或者是我们要求我们的这个 x 要小于10，要小于10，那这个有没有成立？我们看一下哦。好，这两个判断下去呢，它得到的是 true。我们先看 x 是5啊，5当然有大于1，可是5有没有小于10啊？5确实也小于10，所以这两者之间只要有一个成立它就成立了哈。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个 x 大于1以及 x 有没有大于10。这个时候呢，因为它是 or， 所以呢，它只要在两者之间取一个为真就是为真就是我们像5确实有大于1，那但是它的5没有小于没有大于10不过没有关系，它在这里面只要有一个或者成立它就成立它就成立。好，那我们已经知道了x 大于1，它是 true 嘛。好，如果我们在这里面呢放了一个 not 的运算放了一个 not， 它基本上它就会把我们的结果反过来就把它反过来。它原本是 true 经过一个 not 之后呢，就变成 false false 如果再经过一次 not 的话，就会变成 true 基本上 not 它就是去做反向的动作。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位元运算子，位元运算子通常是在这个设计硬体的时候比较容易去使用到位元运算子它是针对二进位资料进行运算例如说二进位的资料，它要向左边进行位移的话，它会用2个向左的括号2个向左的括号。那如果是二进位资料要向右移的话，它就用向右的2个括号那如果二进位要进行 and 的时候这个 and 已经刚被用掉了它如果说 and 的时候，它就不可以写 and 就不可以写 and， 它要换用另外一个 and 的符号换另外一个 and 的符号。那如果说你是二进位要做 or 的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就变成要用一杠的这个符号这个如果说是中文的话，它应该叫做滚这个字应该叫滚。好，那如果是二进位的 XOR 的话它就必须要用一个上面的这个括号上面一个括号的这个符号。那如果说它的二进位它要去做 not 的时候，它就必须要使用这个波浪的符号。好，所以在二进位它里面做运算，它每一个符号基本上都是不一样的好，那在这里我们看一下首先呢，我们在直译器里面先把 x 指代为16。好，那这个16呢，我们对 x 进行向左边位移2次，再向右边位移3次。我们看一下向左边移动跟向右边移动是什么意思来 ，x 等于16。好，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x 要让它向左边移动2次，向左边移动2次。这时候我们就得到64。好，所以向左边移动，它基本上是什么意思？基本上它就是往上面乘2。好，所以16乘2再乘2的话，就得到64。它是一个乘的运算。好，那如果我们的 x 向右边移动3次的话，就变成它会把64除2除2再除2。好，所以我们会得到什么东西？好，这时候我们就会得到2。好，那所以基本上如果说你是用这个二进位的方式去移动我们的资料的话，它每次就会做乘2或是每次都会去做除2。好，这个通常是在二进位里面的运用才会去使用到的。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这有关运算元运算子的使用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